谢谢大家。大家都好吗？好。OK， 今天很高兴来到 TED 点滴串联。OK， 我叫徐兆宏。那今天呢，我想要谈什么？今天我想谈的就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马来西亚这56年来我们创造的文化事业，不是文化产业哦，是文化事业。无论你身在国外，还是你住在马来西亚，你都知道你是来自一个多元文化的背景。为什么呢？当有人问你，你是马来西亚人，你的文化特点是什么？你就会说，我来自一个多元文化背景啊。那多元文化背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一个认同感呢？为什么我们说自己是 multicultural？ 那如果我们留意我们身边的文化，今天早上我从我的家书房坐巴士到Kota Raya下车走到这边，在巴士上我看到的2个马来西亚人，另外一个是一个安迪，我看他，安迪，去邊啊？Kota Raya。好似得我哋2個咪嚟啫啊！人輛巴士上最少有4種我聽不懂的語言，至少有4種我分辨不出的民族。當我環繞我的四周，我看到了有回教堂，我看到了基督教堂，我看到了佛堂，我知道。哦，马来西亚，我看到了马来文化、华族文化、其他文化等等，非常精彩。那我们的国家，也就是说，马来西亚成立之前，我们经历过什么？回顾历史，我们经历过外来殖民地文化。你去马六甲，会有几个人在讲葡萄牙语啊？16世纪的葡萄牙文化啊，你看到了那个红屋啊，17世纪荷兰人留下来的遗产。18、19、20世纪，我们也有英国带给我们今天的文化遗产，所以我看到你，我会说 hello， 对不对？后来当然我们还经过了日本的殖民地，然后我们独立了。独立了过后，如果我们说就拿今天我们的大众文化很简单啦，中港台的影响非常的大。你随便在路上唱龙班，会有一个马来人说龙啊。对不对？然后，如果我们现在去戏院，你跟男朋友、女朋友去戏院，你会看到有一套宝莱坞的电影《Bollywood Kuch Kuch Hota Hai》，你会看到旁边这边有一套中国拍的电影，还有一个港产片，可能还有一套日本片，不然就是还有一套泰国片，什么都有。你站着看，哇，马来西亚。我们真的太多元了，什么我们都能消化，对不对？然后你看到语言交融，安迪，你要去哪里？Kota Raya。他用马来语回答给我，然后我就知道，我叫他什么？我叫他安迪，对不对？所以你看，从我们的语言，我们的饮食习惯，早上起来走下去吃什么？吃罗蒂跟爹达瑞咯。很马来，下午的时候朋友讲说去吃海南鸡饭，也可以。晚上呢，晚上不如去吃粑粑跟鸟鸟。你一天里面可以经历3个不同的文化，这个就是这56年来，你其实不用放眼外国，你只要看看马来西亚，哇，太精彩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的艺术创作，都是非常多元的。多元好吗？我觉得很好。所以有很多人会讲说，为什么你看我们不能像日本这样？为什么我们要像日本？为什么不能像韩国？为什么要像韩国？我们就是我们啊，我们就是这么多元，我们就是我们自己。那就因为很多元，所以就会有挑战。我们的身份挑战。当我是学生的时候，在澳大利亚，就是澳洲念书的时候，刚好就是什么时候呢？2011年911第2天。有一个班上的同学叫 James， 我请你去我的家吃饭，那我就去了，很开心看到他的妈妈 ，Hi, I'm home, I'm from Malaysia。你知道 I'm from Malaysia， 他的妈妈问我第一句 Are you Muslim? No 。你知道吗？以前我会觉得很烦，为什么还要解释？后来我才知道，
其实并不是我一个人在做这样的一个动作，你知道吗？就算我有一个马来朋友，他就是跟我讲说 I'm from Malaysia， 还有人会看着他讲说，那你跟印度尼西亚人有什么分别啊？你跟汶莱人又有什么跟汶莱人又有什么分别啊？那如果说上一辈，我看到我的爷爷的年代，我们一起看汤杯，赵建华赢球的时候，我的爷爷会这样啊。但我们不会了吧？我们看李宗伟跟林丹的时候，李宗伟，身份的认同。当你说，所以现在我去到世界各地哈，当人家问我你是什么人，我就说我是马来西亚人，我从来不用再说我是马来西亚华人还是什么。如果有人真的去问我，那你是你的祖父是，我就讲他们是从中国来的，但是我是马来西亚人，我就会说我是马来西亚人，很重要，你知道吗？国家的认同感要在民族之前，我觉得，所以我们才会有马来西亚民族。所以当我们说一个马来西亚，其实本来就是只有一个了嘛，不是？你看我们的文化大背景，它给我们的挑战，首先是我们的身份认同，接下来是什么？又很多元。你在国外还是你在本国？如果你问我，Hong。马来西亚谁是当红的艺人还是最红的？梁静茹是不是？也可以。杨紫琼比较好，很 international。我是马来西亚人啊，我也可以代表啊。那我就去问我的马来同学了。马来西亚谁最红 ？Siti Nurhaliza， 拿最多奖 Malaysia Record。那我就问另外一个孕裔朋友啦。马来西亚谁是我们的 superstar？ Jacqueline Victor， 那是谁呢？知道吗？那谁是我们最德高望重的艺术家？你去西班牙旅行，他会跟你说，你一定要去看毕加索的家 ，Picasso 代表西班牙。你到荷兰，他就会跟你说你要去看梵高。那我们在马来西亚去看谁？我每次都说，毕朗利，知道吗？我觉得什么答案都对。它就是一个多元文化，同时存在，它不需要被单一化。如果说你现在有一朵花茁壮成长了56年，它的每一个花瓣都是不同的颜色的，不是很美吗？对吗？还是整朵是黄的，它可以是5颜6色，它可以是7彩的。所以你看到我们的文化大背景，你看到我们的身份认同跟我们面对的挑战的时候。来了，我们都会有一个这样的答案。你觉得马来西亚的文化是什么 ？Rojak， 我不认同。为什么？我喜欢那个叫做什么 ？I batu campur ABC， 也可以，我说也可以。但一般上，我们去说马来西亚的文化是一个 Rojak。Rojak 是什么 ？Rojak 就是 mixture 嘛。你有没有做过肉酱？我每天都可以做肉酱。肉酱你要放什么食材也可以。有什么是对的食材吗？有什么是一定要放的吗？没有。有什么是不可以放的吗？比方我做肉酱的时候，我姐姐讲我不要吃芒果 ，OK。然后我姐姐的儿子就跟我讲，阿姐我不要放这个，那我就不要放。那我自己喜欢放的，我就在那边把它 mix 了，掺了过后，然后我就拿来吃。那你看，当我们吃肉酱的时候，最重要是什么？肉酱酱嘛，那个肉酱酱。那你如果说我们把马来西亚我们在场的每一位看成是肉酱里面的一个食材，今天凝聚我们的那个肉酱酱，就是我们的国家认同感。那我真的是那一个文化政策以下的那一个产物。我小学第一天1年级到学校的时候，回来妈妈讲你学了什么？阿忠、阿力跟母杜3个人是好朋友。那阿忠、阿力跟母杜一直陪伴你到长大。2年级的书也是这样写，3年级的书也是这样写，4年级的书也是这样写，5年级到6年级 UBS 既然没有出他们3个人，难道你现在看了这个国家的认同感，我觉得就是这个肉酱酱。那这个肉酱酱，你从小就看到了，我可以跟这个马来朋友，我真的有很好的马来朋友。
但是他对我的文化不是很了解。我生日的时候，他送一个时钟给我。没事没事，我说没事没事，我还是把那个时钟到现在都还收着，但是我不敢放电池。既然罗架的食材是这么的千变万化，里面包含了所有一切的可能。那当你吃罗架的时候，你拿进来，你咬下去的时候，黄梨，但又不全是黄梨，它已经被包了一层的罗架酱。今天我们到世界各地，你可以讲中国人、日本人、外国人看我们都一样，但是我们都知道，你一听那个人开始谈天、一说话的时候，你就讲说，哎呀，你很马来西亚，你很马来西亚，哎，你可以等我一下嘛，为什么不要等我2下？这个就是我们的马来西亚，很美，真的很美，真的是很美。那就因为我们说我们是儒教，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是儒教，人家美国说他们是 salad， 他们的儒家酱，我们的儒家酱，他们用他们的马来历史，所以我不是，所以我觉得儒家应该还可以再更进一步的。如果真正要找到马来西亚互相多元文化交融交流的奇迹，我觉得只有一个地方，在马来西亚，24小时，离你的家，应该每个人的家附近都有一个，叫做妈妈档，对不对？不管你是社会上的绅士名流，还是就是我们大家都一样的，就是一个平平凡凡每天开心生活的人，我们都去过这个地方，叫妈妈档。妈妈档能够代表马来西亚吗？我觉得妈妈档可以。我慢慢跟你说为什么。星期五晚上没有事，大家来去妈妈档。阿牛还做过一首这样的歌，对不对？欢迎你来我的妈妈档。你到妈妈档，你坐下来，你身边的人跟你讲不同的语言，你有的听得懂，有的听不懂，没有关系。身边那个肤色跟你不一样，他在吃功夫炒。我这边我在吃罗迪德肉，我的朋友在吃这另外一个东西。大家讲这不同的话题，非常的和谐，真的是很美的一个画面。我跟你说，你会吓到外国人。那你真的是有外国朋友来马来西亚，你要介绍他吃什么？有一个朋友，他如果是一个华族朋友，巴布德、巴桑巴布德一定要吃。你问一个马来朋友，他如果跟你说巴布德，那就完了嘛。他会跟你讲那些人嘛，你问一个印度朋友，他可能会有其他的介绍，可能是单独的几根，我不知道。但是我一定介绍巴布德湾，我一定介绍巴布德。我从来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向外国朋友介绍巴布德的机会。我在泰国教书教了8年，在那一边，我只要有时间，我就跟人家讲，去马来西亚一定要吃巴布德。后来我就想了，好像有一点问题哈。政府也好像有响应，政府想说鸡骨德，还是有一点不对。当我们坐在妈妈档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什么语言背景，不管是什么教育程度，不管你承载着什么样的文化基因，当你坐在那一刻，你可以感受到，这个是一个奇迹。不用去罗马看斗兽讲人家的文化有多厉害啦，不用说那一个万里长城有多美，我们知道他们真的是美，但是他们有那个历史的长河，我们只是56岁，他5000岁，怎么比？文化是不能比的，我觉得文化，我们是每一个不同的文化，我们都要去欣赏。最精彩在妈妈档是什么？就是那杯爹打爹打的这一杯奶茶承载了我们所有的文化意义。喝茶，如果你说我们的祖先中国人喝茶，印度人喝茶吗？喝茶，马来人也喝茶，阿拉伯人也喝茶，基本上是每一个我所知道的民族，他们都有喝茶的文化。来到马来西亚，全世界，香港有香港奶茶，很精彩，有丝袜奶茶，为什么放丝袜我不知道。但是我跟你说，你来到全世界，只有一个地方会把泡好的奶茶拉一拉。为什么呢？我想了很久。第一，我们的天气很热，你拉一拉过后很好喝，没有这么热。第二，因为我们存在太多的矛盾，每当有政策上的决定，我们觉得不可以，为什么这样？你说为什么不可以这样？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就拿一个杯，把这个我的意见倒过来你这一边，让你想想我的位置好不好？然后你又放过来我这边替我想想好不好？你一拉了过后，你放出来，这个就是最好的。所以我说，真正文化的奇迹，它不需要宏伟的叙事，它不需要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历史古迹，让你走进去讲说，哇，好厉害哦，就这么厉害，每天都在做。我每天最少做2次文化奇迹，早上跌打累，晚上跌打累。我每天都在做这个文化奇迹，在场的朋友每天都在做这个文化奇迹，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它存在的文化意义。所以我今天我每次看到他泡那个奶茶的时候，你看是不是完全配合我们的天气这么热，怎么喝？倒一倒。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你有你的民族情绪，我有我不能放下的身段，怎么样来拉一拉没事。这个不只是在从一个国家文化、事业发展的角度，每一个家庭，我们跟同事、朋友的关系，我觉得我们的data类的哲学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深思的。那我很高兴来到这个 TED 点地串联，看到每一个朋友在这边，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一杯小小的 data 类点地串联起来，传播到世界每一个地，就每一个角落，愿大家身体健康。好，分享稍微。